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爱。这次呢，我和一如我们两个人花了马币2898去 Club Med 订玩了3天2夜。那么 Club Med 基本上就是主打这个全包式度假村，也就是说你付了一笔钱之后，你去到那边，你的住宿、你的餐食、饮料、你的活动、你的娱乐设施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包完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去到那个度假村之后呢，你1分钱都不用花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爽。但是问题就来了。这个钱它到底值不值得呢？充满好奇心的主播呢，就决定我们要在去到那边的每一天晚上，我们都来复盘，就是我们今天玩了什么，用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然后我们再去标出一个价钱，说明我们觉得这些项目它到底值多少钱。然后到这个旅行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复盘，整体下来我们心里这个价位跟我们实际上给的这个价钱，它到底是不是符合的呢？它是物超所值，还是让我们大失所望呢？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回到那个时候。那我们现在觉得，我们这个房间，前台海景房，宽阔的空间，虽然厕所有点挤 ，but anyway， 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，这房间，觉得一个晚上值多少钱？思考一下。他说280，我说450，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房。它有海景，然后加上它其实很干净，而且它帮我拿行李上来。当然这个是包括在 package 里面的，但是就是要走路的距离，我就可以到吃饭的地方。对哦，对呀，就是要考虑它周围的设施，就是综合考虑啊。还有对，刚才晚上吃的那一餐，你觉得多少钱？就是综合考虑啊。当然你不要只是看你那一碗盘上的东西，对，你不要只是看那个盘上的东西，就是说你愿意花多少钱在这个餐厅。吃饭，而且是 buffet， 就是对哦，当然，如果你只想考虑你盘，其实好像也可以。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啦，我觉得可以看整个餐厅，然后加上它的环境，又加上它今天 serve 出来的这些东西的话，对，我觉得我稍微比较贵是 salmon，羊，还有那个意大利面酱，它里面是海鲜的，然后那个海鲜蛮新鲜，还有虾，有 oyster，就是手动。是的，可能120。OK 呀，我觉得同意。我觉得可能100分哦。但它房间好像还有泳池在旁边。哦，对，那确实是。它还有泳池，还有 live band。对。它不是 band 啊，就是一个人在那里。OK， 很好，鼓掌。好，今天晚上暂时先这样，拜拜，我们明天再见。OK， 时间有限，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花的钱。OK， 然后我们每个项目就是各自讲自己的钱吧。OK， 第一项是我们的早餐，一如的早餐，50，我也是50。然后我们第二个活动是嘎亚，嘎亚，嘎亚是差不多可能100，对，我是120。然后嘎亚完了，我们午餐，我们在 N 上吃那个清汤面，我在想要给他10块钱，我会给他20块，因为我叫一杯水。然后接下来是射箭，我们射了很多轮，大概5、6轮，然后一次3支箭，我觉得80，yes， 我也是80。接下来是我们去占卜，我们在那边游泳，有无边泳池，我们可以下水，然后我们可以躺在那个沙滩那边晒太阳，然后我们又有水跟蛋糕可以吃，我们吃了很多的蛋糕，我觉得非常幸福，所以我可以给他到200。我觉得我差不多180，然后晚餐我们的 fine dine，晚餐，因为我们就吃了海鲜，吃了牛排，加上整体环境应该是200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是大概180，我也是觉得180。最后是我们去那个 gym 跟那个乒乓，其实我的相机没有电脑，没有录到很多。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我觉得乒乓更好玩。对，还有乒乓蛮好玩的，我们玩了很久。虽然我们录到的都是一些我们打得很糟糕，只是我们在适应的阶段。后来我们打得非常的顺利，但是我们没有录到。此地无银300两。OK。OK， 50啊。然后我也是差不多50啦。它器材其实没有很多啦，但 OK 啦，我娱乐到了 ，and 还有 aircon。对，酷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。
拜拜，我们最后一天了，晚安。 Good night， 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旅行，我们在 KLIA 的花样，我们要吃晚餐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今天晚上的 depreciation。我们今天第一个活动是我们去吃早餐，早餐也50。OK， 我愿意花60，因为今天我吃的比较多。然后第二个活动是我们去店铺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海边拍照，但是那边遇到暴风雨，比较混乱的一个状况。你？我觉得还是跟早餐一样50。我觉得70左右，因为我们还是喝了他的水，只是暴风雨谁都不行。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午餐，午餐我们吃的蛮多的。对，我想给200，跟昨天晚上一样。对，我也是跟昨天晚上一样。给180，然后最后是我们去 gym，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去大保险，OK 啦，因为他们通融让我们待那边比较久一点，所以到最后，然后又下很大雨，然后我们去 gym 避难，我们在那边待了大概半个多40多分钟，整1个小时这样。因为它提升了我的幸福感，我愿意给他100。昨天他给很低，然后我觉得70这样。最后我们有一个设置一个特别环节，就是说综合，比如说它的整个环境设施，然后它的那个整个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海边吹风，然后它的工作人员很友善，这些综合我们可以加分，还有减分。然后你可以先讲你加分的，还有你减分的。首先我加分哈，觉得它920人很好。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可以随手拿到吃的喝的，然后毛巾什么还可以。有洗脚什么的，你在沙滩嘛？对，沙很多，然后可以一上来就洗脚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毛巾也可以带很远。对，毛巾可以带很远，还可以带回房间。对，然后他自己再收获。所以我会加200块。OK， 跟一顿晚餐差不多一样。然后扣分，扣的话我会扣50。因为他公共的厕所不太。只有他去过，我没有去过。OK， 最后就是我讲一下，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加分，我跟他加分的原因差不多一样，我觉得非常的舒服，整个行程。然后我也是愿意加200块钱，但是我也是要扣50块钱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不满点也没有很不满，只是有一点点，比如说让我们到的时候他没有很及时跟我们讲一些 WiFi 的东西，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来连很久，然后他房间没有拖鞋，我以为是就是。我本来以为他如果漏放了，他来 room service 的时候他会加上去什么之类的，然后结果他没有之类的，然后到最后一天我才跟他的就是店员讲这样，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些，所以我们总体会加150。反正这一趟我觉得整体而言还是蛮值得，你觉得如何？蛮开心。整个行程5星的话，你打几颗星？应该有4.5。我也是想要4.5 ，OK。所以然后现在剩下21秒的内存，所以我们就到此结束。然后也刚刚好，这个内存用好用满，鼓掌。OK， 拜拜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这个复盘结果呢就出炉了，鼓掌。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第一天非常迟才到这个度假村，基本上玩不到什么东西，而且我们没有非常特种兵式的去打卡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娱乐设施的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整体而言体验下来，我们这个心里的价位还是跟我们实际给出去的这个价钱，它是差有一些距离的。虽然这个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真的它一定就是具体值这么多钱，但是代表了什么呢？代表就是说我们玩得非常的开心，这一笔钱在我们的心里花出去是值得的，所以整体而言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啦。那不知道大家看到这边又觉得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呢？那我们在这个 Club Med 里面比较详细的玩乐的这个过程的 vlog 呢，主播也做了另外3支影片，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啦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每趟旅程其实走到最后，到底值不值得呢？还是你说了算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